2020年10月25日清晨，新加坡加冷盆地水域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，史称加冷塔吼。此次战争最奇异的地方在于，交战双方都不是人。是的，您没有看错，确实不是人，而是两支由水獭组成的军队。交火双方是新加坡当地著名的黑恶势力，一边碧山帮，另一边则是滨海帮。之所以称其为军队，是因为在长达1个小时的交战过程中，双方都用到了多种战术。在远处观战的新加坡平民还总结出了相应的战斗队形。碧山水獭先是和滨海水獭在加冷河中心地带近身肉搏，期间双方都切换了多种阵型。数分钟后，滨海帮败下阵来，随即战场转移到河边的草坪。碧山帮乘胜追击，双方在草坪上你追我赶，最终滨海水獭通过加冷河遁走，逃回了栖息地滨海湾水库。整场战斗并无塔员伤亡。这里是万物灵，欢迎关注熊探长，带你探索有灵万物。加冷战役是近1年来爆发的最高级别冲突。碧山和滨海两股势力的恩怨可以说是由来已久，早在20世纪末期，两个家族的矛盾就埋下了伏笔。这一切的发端还要从1995年说起。当初的新加坡可跟现在花园城市的标签一点都不沾边，城市处处都堆积着垃圾，污水横流。从这一年开始，李光耀政府开始对城市环境做出了大刀阔斧的治理和改革。之后的数年间，早已绝迹的野生动物也陆陆续续在新加坡重现。1998年，一对水獭夫妇带着孩子们从大马边加兰途经大德光，沿着海岸线迁徙到了新加坡南部的牙龙地区。已经快50年没见过水獭的新加坡人民，一见到这些可爱的小家伙们，一时间就沸腾了。于是，在新加坡全境的精心呵护之下，水獭家族日益壮大。经过数年的繁衍生息，逐渐衍生出一个又一个水獭家族，其中最强大的就是前面提到的碧山帮。碧山帮兴起于碧山社区，在首领碧山老爹的率领下，顺着境内的加冷河一路南下，统一了圣安德烈教堂、加冷公园、加利湾等地的多个水獭聚集地，征伐四方，才有了今天新加坡头号黑势力的地位。在教父碧山老爹的带领下，碧山帮所到之处无往不利。1998年至2005年间，碧山帮塔丁日渐兴旺，占据着新加坡水獭界的绝对统治地位。2013年某日，一对远渡重洋的水獭夫妇出现在了被碧山帮占领的加冷河区域。一开始只有水獭夫妇和3个儿女，但是经过2年时间的繁衍生息，这一小股势力已经发展成为能与碧山抗衡的新势力，人称滨海帮。与碧山帮相似的是，在滨海内部也有一位德高望重的教父——滨海老爹。在滨海老爹的带领下，滨海塔众猥琐发育，已经有隐隐盖过碧山帮的势头。卧榻之侧，岂容他人安睡。2015年3月某日清晨，双方大战突然爆发，碧山帮和滨海帮各出动了20支兵力，在加冷河交火，这是双方的首次交火。滨海方面作为后起之秀，连碧山帮一次冲击都扛不住，很快败下阵来。一时间，滨海水獭通过水路和滩涂逃遁，被碧山帮驱赶到了900米开外的海水淡化工厂才作罢。为了摆脱碧山帮的压制，滨海老爹率领众塔展开了长达5公里的跋涉，迁徙到了滨海湾大草场附近。新家园水草丰美，为滨海帮提供了优越的生长环境，他们也获得了继续猥琐发育的条件。不幸的是，在2017年6月，滨海帮传来了滨海爸爸误食老鼠药离世的消息。雪上加霜的是，碧山帮也在这个节骨眼发现了滨海帮的新栖息地，双方第2次交火就此展开。面对碧山帮的屠戮，滨海帮依然像之前一样走不过一招。眼看滨海帮就要失去大草场的领地的时刻，人类出现了。
或许是滨海帮被欺负得太可怜，四周观战的群众只能通过跺脚、无能狂怒、制造噪音吓走了交战的水獭们。滨海帮再次获得喘息的机会。别看滨海帮被璧山帮虐得灰头土脸，他们在面对其他家族时却是无往不胜的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新加坡一哥璧山老爹的寿终正寝被滨海帮得知，这才有了开头一幕的火拼。虽然顶着可爱的皮囊，但水獭其实有个水下平头哥的外号，不是在干架，就是在去干架的路上，是当之无愧的淡水顶级捕食者。水獭呆萌的外表下有一颗好战的心，而且战斗力非凡，谁要是敢入侵他们的领地，哪怕是大好几倍的鳄鱼，对他们来说也没有撤退可言。水獭生性胆小谨慎，同时也非常灵活聪明。它们指尖长了厚厚的蹼，是挖洞的能手。一般水獭白天会在洞穴中休憩，夜晚才是它们的猎食时间。曾经有摄影师捕捉到，在亚马逊流域生活的南美大水獭猎杀鳄鱼的珍贵瞬间。除了鳄鱼，臭名昭著的食人鱼也是食物。而水獭之所以能够战胜鳄鱼，完全是智商上的碾压。水獭和鳄鱼短兵相接时，它会利用自己身体的灵活性绕到鳄鱼后方，对脖颈处进行攻击，通过尖牙利爪在坚硬的鳄鱼皮上制造一个缺口，然后在水下与鳄鱼进行缠斗。鳄鱼虽然有极强的爆发力和咬合力，但是释放技能的冷却时间过长，往往经过几分钟的扭打，鳄鱼就会败下阵来，成为水獭的盘中餐。除了灵活的走位，水獭还是善于利用工具的动物。有动物学家通过观察发现，几乎每个水獭都拥有一块石头，用于砸开螺或者虾蟹的外壳。它们有时候还会抛砸石头进行远距离攻击。老年水獭也会在不狩猎时和未成年水獭练习互相投掷石头，据说是为了保持头脑和身体的灵活。据统计，目前在新加坡定居的水獭有18个家族，以璧山家族和滨海家族的塔口最为庞大。从品种上来看，主要可以分为江獭和亚洲小爪水獭。这两个品种的水獭都是以群居的方式生活，有明确的家庭成员分工模式，而且领地意识极强。一旦獭群中的雌性和幼崽受到其他家族水獭或者其他种族的欺负，那没啥好说的，干就完了。水獭虽然外表蠢萌和气，但顶级猎食者的称呼可不是浪得虚名。曾有人统计，1875年到2010年期间，共有39起水獭袭击人类事件被报道，其中66%的肇事者被证实患有狂犬病。而且在这39起事件中，北美水獭为主导的占到了77%。另外，发生地的数据显示，有38%的事件发生在佛罗里达州。曾经有一位铁人3项的女运动员普鲁多米，在穿越河水进行训练时，被一只暴躁的水獭攻击。可能有很多人在网上看到了水獭可爱的一面，一时间在全球兴起了一阵饲养水獭的风潮。曾经曼谷海关在机场截获一个泰国女子携带10只水獭幼崽入境，就是为了将水獭卖给日本当地的水獭咖啡屋。令人无语的是，早在2012年，日本就宣布本土水獭灭绝，究其原因竟是滥用农药。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活体动物在运送过程中是会有较高的死亡率的。除此之外，水獭现在在全球范围内也是濒危的野生动物，并不适合人工繁殖，甚至是作为宠物。在新加坡，由于近年来对环境治理卓有成效，逐渐有其他地区的水獭迁徙至此。新加坡的居民们在保持对水獭的喜爱之情同时，也十分注意将人类的活动范围与小家伙们的活动范围区分开来，从而达到人与自然和平相处的目的。在我国，水獭被列为国家2级保护动物，是不允许私人饲养的，而把水獭当作宠物，可能也不是什么明智的选择。首先，水獭和人类的作息时间不同，它们喜爱昼伏夜出。其次，水獭需要磨牙，经常会制造噪音以及损坏一切它们认为可以磨牙的东西。其三，水獭身上携带的细菌和与生俱来的异味，也是大多数人类可能无福消受的。比起将可爱的水獭据为己有，不如为它们创造更好的野外生存环境。
后者无疑更能体现人类对他们的喜爱。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，如果您喜欢熊探长的视频，欢迎点赞、收藏、评论加关注，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。